嗨，到冲哥，现在我要去台北，我要把前天刚买回来的这台大野狼 SB300去稍微做一点小小的改造，因为我发现回来它有一些地方没有那么完美。那我希望下一个买回去的车主啊，可以很安心的、无后顾之忧的买回去就直接换到。第一个我要改造的地方是这个后照镜，我要把它换成端子镜。我觉得这个没有那么好看，端子镜呢比较符合这台车的这个味道。这台车就是要端子镜才有那个个性。再来前轮，我觉得也差不多该换了。前轮目前用了4年，虽然胎纹还有蛮深的，但是我觉得也快到使用年限，一般是5年了就建议换掉，所以待会前轮也要把它换掉。再来，这台是气压板，气压板就是它会有个单座盖，但前车主好像单座盖不见了。那最后就是把整台车稍微清洁打蜡一下，链条清洁上个油，最后很重要的就是机油再把它换掉。那我相信下一个车主买回去会骑得很开心。那至于售价呢，最后我会跟大家说，因为我也不确定待会总共还会再花多少钱。这个价格反正会让这个下一位车主物超所值。我好像还没有说过为什么我会做这个买卖二手车单元的，还有一个最主要原因，就是因为我梦想的人，我想骑到很多种不同款式的重机。那来做这个单元呢，我觉得这可以稍微满足一下我这个愿望。当然，如果能够赚到一点点的微薄利润，那我就很开心了。但这不是最主要，我想要做这个单元的一个重点。重点是我想要骑到各种车款，因为这是我的热情呐。而且，我如果可以把一台车整理得干干净净的，或是找一台很漂亮的车，然后找到一位有热情跟我一样很喜欢骑重机的车友来接手的话，那我觉得是一件很有成就感的事情。希望跟我买车的车友啊，都是真的真心喜欢骑车的。那这样这台车卖出去了，它才会有一个灵魂呐。好，那我们就现在直接前往永和立成车业。这位白色车主也太夸张了，你的车道前面都没车，硬要插过来我前面，离我超近的，吓死我了。话说我们从基隆到台北啊，真的是很方便，不知不觉就骑到台北来了。OK， 立成车业到了。现在老王在忙，我们稍微等他一下。这台车啊，车漆可以看到非常的漂亮。这台车的车况我觉得大概有7、8成新，跟新车比较起来的话。然后待会我要换的就是这个端子镜，我网络上买的这一组其实算是中上等级的，还不错的。我自己的都没用那么好。那这个避震器啊也有改过，避震器这个过那个坑洞的感觉啊，处理得很迅速，就是它不会软脚。这个大野狼原厂的避震器就是很容易软脚，像我常载我老婆2个人蹬到点窟窿就砰就触底了。这台我载我老婆载过一次，哦，完全轻松呼一下就过去了。像我刚刚以上讲那些稍微改造保养一下，这台车回去就很棒了。那我刚骑过来路上啊，整路其实很好骑，因为我大野狼也持有了差不多3年的时间，所以我一骑上去呢就知道这台车好不好，引擎啊，然后整个动力的输出那种感觉啊，是不是顺畅的啊？我一骑马上知道这台车车况很赞，前车主应该都有好好的保养。现在技术业啊似乎有断层，那个听老王说他们现在要学功夫的年轻人很少，所以他们现在都是1到2个人在做而已。要来之前呢都要先预约，那不然要等很久。我们再等一下吧。嗨，老王。嗨，好久不见。辛苦你了，这次要麻烦你了。这台车啊，我觉得该换的我们就给它换一下。没问题。像那个前轮应该要换的嘛。对，有点变形了。有点变形了。你内行啊，你看就知道有点怪怪的，就跟我讲。对，虽然它那个 key 还很深，可是我觉得该换就要换。然后再来就是那个机油嘛，机油也要换的。那待会其他的一些基本的点检的部分呢，就是该检查的帮我检查一下。没问题。好，麻烦你了，老王。没问题，谢谢。交给我，小事。我们立成车的老王啊，也算是修大野狼的专家，因为我们很多大野狼的车友在那边维修，你看后面马上要来一台。然后这台 W800呢，也是车友委托给我们的那个老王来维修的。哇，这台 W800很漂亮。这台我也有考虑想要买一台，帅。老王可以跟我们观众讲一下最快怎么辨别那个轮胎有没有变形？哦，你用手摸，用手摸跨上去，然后它不是一个漂亮的弧度，它会跳高低高低高低，有感觉。就用眼睛看不太出来的话，用手摸一下，好像很明显就是翘起来、凹下去、翘起来、凹下去、凹下去啊，翘起来。这就是变形，翻胎，对。所以轮胎放久了加减了哈，一定对轮胎胎压，还有本身有的轮胎就是很容易变形，这个因素太多了。我之前有跟老王来拍过换前轮的一些影片啊，有兴趣的朋友我放链接在右上角，可以看一下。这个是之前马奇出的那个 R1，然后这已经停产了，是它的后继胎就是这个 MSP。
哦，然后就是装它的后机台这样。所以刚好老王也剩这个库存胎。对对对，这条胎我们备有现货啦，就安排这一条。好，那么之前我都是换那个天使或恶魔胎。对，就比较耐磨啦。这个运动胎放前轮，其实里程数也不会低。抓地力也会比较好一点。会比较好一点。哦，那 OK。老王，这个是用什么？这个轮胎有时候装久了会有这个一种，例如说轮框氧化，或是一些残胶在上面。然后新的轮胎如果换上去没有把它清掉，它没办法贴合，就有机会漏。像这个就比较明显，有的是残胶，像有的是氧化，氧化就会摸起来粗粗的，它就没办法贴合胎皮。好，我们把它稍微磨一下。魔鬼藏在细节里。用个胎蜡比较好滑进去。所以换好之后，一样全部的地方再喷一下。对，再巡一下，看有没有那个漏气。对。上一下扭力，确保螺丝都是锁紧的，锁到一个确定的紧度。老王都会做细号。我们那个前轮刹车片还够吧？还蛮够的，还蛮厚的。OK，跟轴一样上个扭力。所以老王，一般我们这个如果自己用的话，只要有紧的话也不行吗？还是说一定要上扭力？为什么要有扭力扳手？就是你的紧跟我的紧不一样。哦，然后我们就找一个当代表啦。所以自己要用的话呢，你要确保够紧啊，那不然最好不要自己用。对，这种有比较安全重要性的地方。带狼水箱水不好看，这样根本看不到。我们习惯把灯往后摆。有就可以看到上下线的，像这接近上线就没问题了。OK，水质 OK 吗？水质其实要拆起来看的，但是我们通常习惯目测一下，那个感觉还蛮透明的，颜色还蛮饱和的，所以还算 OK 的。对，还算 OK 的。链条它感觉换没多久，对，看起来也是状况也不错了，应该都有在保养。对，有这台车的车主，我觉得他有在保养，看起来是还 OK 的，还蛮顺的，转起来很顺，对，没有死木。赞哦！那老王机油再麻烦帮我们换好一点的吧。这台车机油老王建议换多少呢？就10-40嘛。那为什么有些人听说什么这种比较轻的档车啊，要换15-10？这个机油真的是见仁见智，每个人的讲法都不一样啊。是。第一个我们就是标准，就是原厂建议多少就是多少。好。然后每个人的口味不一样，有人觉得说，我加15-50，高速的时候那个声音比较安静，震动比较小。但是有人就觉得说，后面50太黏了，吹起来笨笨的。了解。就会改用40，甚至有人用10-30，可是10-30少啦，对。10-40这台车来讲应该是最标准。对。这个机油真的大家讨论真的很难讨论，每个人想法不一样，获得的资讯不一样，他的认同也不一样，自己喜欢最重要。对，然后体感也不一样我们建议就只能按原厂的建议这样子。了解。我们就喷一点这种刹车清洁剂，喷在布上面。你看来给老王用多么贴心，每一个细节啊都不会放过。把它擦一擦，出去就可以比较快。把那个胎蜡用掉。对，比较好骑的，比较不会那么滑。你是换哪一个品牌的？就摩特 Hi-Tech， 然后是 MA2 44离合器的。所以这个品牌算是不错的。对，摩特大品牌，这个品质也不错。它这个整流器有改过，改比较好的比较好就是效率比较好，例如说它的效能好，它发电线圈就是会比较轻松一点，就不容易温度高，然后不容易烧。然后效能好的话，我们的电池的充电效率也比较好。会改整流器就是希望它的电系可以更稳定，效能更好。这个谢尔螺丝垫片我们锁紧它会变形。状况可以，手头上都有耗材的话，是换掉会比较好。所以换一次机油，把它换掉会比较理想。对，它这个带磁石的有时候会有一些铁粉，我们换下来会把它稍微把这个铁粉擦掉一下。所以本身这个螺丝不用换，只要换垫片就好。多数啦，螺丝可能大部分都是转到这个头变形才换。对，它这换改过的磁石螺丝啊。连这个细节它也是换比较好的。对，每个细节都上扭力扳手不放过。这个大野狼一般在换机油是1.5公升。对，单换机油1.5。1.5公升大概多少公里换？是不是原厂说3000？3000，对。可是我建议大概骑个1500至2000就换看看。假设你今天都是骑车很温柔的人，然后也许3000没有问题。可是如果你都拉转或是引擎本身的没有那么健康，气密度有差，活塞环没那么棒的话，它可能容易被污染。
然后就会劣化。所所以建议1500先换看看。如果1500换下来颜色感觉还 OK， 你骑起来该震动那些也 OK， 你就慢慢再拉长里程数这样。好，所以像现在这个油就已经超脏了。对，蛮脏的。各位可以看到后轮的状况呢，还非常新。我那天有看那个后轮，好像是年份呢还很新，去年的胎，所以这个基本上轮胎没有什么问题，摸起来都没有变形。后刹车比有，然后我们这压起来也蛮紧实的哦，前面也蛮紧实的，基本上应该是没问题。噔噔噔噔，单座盖来了。这台车呢，真的是要有单座盖才有那个味道啊。可是啊，可惜现在没有贴纸。老王说贴纸他还要再等个几天嘛？定定看，不确定有没有。真假啊？销量没那么大，公司都没有准备，货都没有准备很齐。完全黑的感觉也不错。对，这样放上去看素素的。我觉得这样也不错反而有一种比较怎么样，比较 man 的感觉。这人都很奇怪，有的人一买新车就是要把贴纸撕掉，他不想跟人家一样。然后没有贴纸的就想要把它贴纸。对，每个口味不一样啊，这没有标准答案。这讲拢看人有想要矮的，看人无嘛想要有的。单座盖上去，整个气势就出来了。哇，这个整个比例啊漂亮。好了，一样我们现有定了，如果有的话，一样是把它贴上去了，或者给下一个车主来决定要不要贴好了。老王还有哪个地方要检查？就前叉帮他看一下，因为他这个有照毛毛虫，他这个有换过，因为原厂不是配这种的，他这个有在强化过的，对，让它再束紧一点，水就不容易跑进去，里面就不容易生锈。太赞了，因为它的通病就是前面很容易漏油，对，嘿，OK。好，那这台车基本上也算是整理的差不多了。边骑边如果有什么感受，我们再来慢慢修正。感谢老王。不，那这样这台车下一个车主买回去应该可以很放心的骑了。可以跟你一起出去玩。欢迎，热烈欢迎。好，现在老王帮我们试车一下。怎么样，老王 OK 吗？OK， 大致上 OK。那个龙头都稳对吧？对，真的 OK， 换挡还蛮顺的。就是那个之前说租完这个也都没有问题。对，我骑起来是没有感觉到，我觉得 OK。是的。这个我们叫自由间隙的哈，它都会每个厂商都有个规范，是它要让它有一些间隙，间隙太小的话，离合器很容易拉住，离合器就容易空转，有点空转烧掉。是，啊，你间隙太大的话哈，你有时候离合器会切不开。然后像这个原厂啊，有没有离合器的调整啊，离合器自由行程调整，它都会有个规范值啊，10到20毫米。对，10到20毫米啊，它就这样这个。中间空空的这个间隙，所以是这台车的一个规范，对不对？对，这台车的规范，每台车都有规范啊。了解，所以刚刚是差了一点啊。对，我们再调紧一点点。好，那调的话是一般是哪边可以调？这边是我们有工具比较好调，上面是手转螺丝，就是车主如果出去他想要微调比较快。所以两边我们都可以调。对，我们这边先调好，都习惯先调好这边，然后那边是做微调的动作。感谢老王刚刚帮我们把这台车打理得这么好。这个单座盖真的是越看越帅啊！可惜呢，跟我车不搭，那么我也想装，因为这个单座盖要配那个风镜啊，才会是比较有造型的感觉。那我那个是没有风镜的。其实这台车还没有拍片之前，我刚买回来的时候，我有发文说收了这台车，有一位观众呢私讯我说要先付定金给我，但我不敢收，因为我不晓得我会花多少钱去改造这台车。但目前看起来也是没有花到非常多钱呐。但我觉得花这样的金额呢，能够让下一位车主呢很安心的骑回去，没有后顾之忧，那这样我就很满意了。那待会骑回去基隆路上啊，我再跟大家分享这台车骑乘起来的一个感受，以及它有什么过人之处。老王，结果我刚忘记要装那个端子镜了，我也忘记了，我帮你处理，好，谢谢。这一组网络上看，我觉得看起来很有质感，实际上买起来呢也不错。那这个如果有兴趣的朋友，我再把链接放在下方。装起来如果你们满意呢，再去选购啊。整个有 feel 咯，螺丝可能会太长，它这个副螺丝怕会太长，有可能，我先试一下，太长，所以改到那个端子镜的螺丝啊，有时候也是要选过的，对，它螺丝不会刚好，大海蓝就是要这样改才对味啦，你看各位，你们那个感觉出来的，帅啊！哇，各位，你看前面少了这两只原厂的那个后照镜啊，感觉前面一片光明啊，舒服多了。然后现在呢，那个换了新的轮胎之后，哇，那个骑起来真的感觉差异很大。尤其这个就是属于比较 sport 运动的胎，
那个整个循迹性跟抓地力啊，感觉明显好很多。现在说一下这台车大野狼它比较惊奇的地方啊，如果之前有看过影片都知道，我有一集去挑战那个1桶油骑到没油为止，这也可以骑到哪里的影片。那一部就是去武岭嘛，那个时候我骑我的大野狼，骑到没油，总共骑了将近500公里，才加了将近超过12公升的汽油，所以1公升平均换算起来跑了40几公里，好像46、47公里左右，真的是超级霹雳无敌省油的一台车。这个是大野狼最特别，也是最它应该是比较有名的地方了，省油耐操嘛，保养到处都拿得到料，取料容易啊，不用像一些进口车要等料，可能要等1个礼拜、2个礼拜，甚至到等1个月都有可能。那其实你们看我这样子把它换个单座盖，换个端子镜，简单的小小的改装一下，整台车看起来其实就很不一样。复古车那种比较有个性的那种感觉啊，马上就呈现出来，就可以让你出去呢成为很多人的注目的焦点。重点是它又好操控，车子不会太大台，但是它也没有丧失重机该有的一个元素。这个元素就是车重，它的车的重量啊，它会170几公斤嘛。这个重量再加上你的整备重量，再加上可能装马鞍包什么的等等，它其实在高速的时候就很稳。那所以以上这些大概就是它的一个优点啦。那它也有一些缺点，它的缺点就是它很多的镀铬件啊做的没有很好，就是防锈能力做的没有很好，很容易生锈，所以你最好是不要停室外，停室外也要用车罩，最好是停室内的。那时不时就要上一下电镀膏。就我这3年骑这台车的一个心得是这样，它才可以保持在一个比较好的状态。那还有一个比较大的通病就是前叉会漏油，前叉漏油这个很多车友都遇到，我也遇到过一次。但是呢，你如果找到对的人维修，不用换新的，哇，那你可以撑很久。像我上次维修到现在，大概过了快2年了吧，都还头好壮壮。那如果不知道要找谁维修的，欢迎私讯我，我再跟你们说，用寄过去就可以了。在彰化那边有一个车友很厉害。还有一个地方，我觉得可能是优点，但也可能是缺点，就是它没有太多先进的一些辅助配备，例如说滑动式离合器，或者是 TCS 循迹防滑系统。这个在大野狼身上都没有，但是它这台至少还有最基本的 ABS。它如果是头一批2015年的，还没有 ABS 哦。但我觉得挡车基本还是要有 ABS， 因为车重，如果说紧急刹车的时候，至少掐脉出底会比较安全一点。但我觉得对某些人来说，可能没有这些 TCS 或滑里这些设备，也许也是一种优点，因为它更可以体现出更纯粹的驾驭乐趣。因为你没有滑动式离合器呢，你的那个离合器的控制之间就要收放得很精准，你就是要好好的去掌控那个节奏。当然有这些辅助设备骑起来会比较舒服啦，但我还是喜欢这种纯粹的这种怎么讲，比较纯粹的这种驾驭乐趣。那最后车子只有1台，喜欢的朋友赶快私讯我吧，私讯我的官方赖或我的粉专。那说真的，买这台车的朋友，你们绝对不会失望的，这真的是一台好车。值得收藏的好车啊，而且它会陪伴你很久。好，那心动不如赶快行动，希望能够为这台车找到一个热爱骑车的朋友们。